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伟，今天来为各位示范一下华梦轴持套件要怎么改装哈。虽然说其实都这个大同小异啦，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们的一些这个轴持套件的改装影片的话，你应该都不会很陌生哈。今天来示范的这一颗是磁力板，也就是3颗里面这个算是摩擦力最大的一颗哈。虽然讲摩擦力最大，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缺点，因为换句话说，它是最稳定、最好操控的一颗。很多人在改磁之前，他们都会先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改完轴持之后方块会重多少？这个其实会影响手感啊，所以我今天就全部量给各位看了哈，包含轴持、包含角持，还有比较特别的是边持哈，总重就是6.4公克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重啦。好，所以一个72克的方块加了之后就变成78克。其实这个不比较你也真的不一定可以感受得到，就是。那我今天来特别介绍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华梦有多了一个不同的东西哈，就是这个边持哈。这个可以达到什么作用呢？当边块通过轴持，也就是在45度角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的底部的这个磁铁会跟轴持上面的磁铁产生相斥的力道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角块上面的磁铁是可以跟轴持相吸，那边块上面的磁铁跟轴持相斥，就达到一吸一斥的作用哈，可以让这个轴持的作用范围加大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官方已经有轴持板，我们还要再来推出我们自己的轴持套件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还是跟官方的有一点点区隔啦。好，改轴持的方式呢，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把2个相对的面直接螺丝整个取下来。这个动作你在扒开这个整面的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切记。抓得很轻松，其实我已经喷过很多次螺丝，才知道要这样抓。这样抓着，就是把中间的这个螺丝用你的手掌压着，才不会在拉开那一瞬间，那个螺丝从轴心脱浆之后就喷出去了。这个一喷出去，通常都会喷出你的视线之外，因为它可能掉到桌子底下，掉到家具的缝里面，你就再也找不到了。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轴持的这个套筒啊，好，上面都各吸了一个角块的磁铁。好，这边可以告诉你，角块磁铁的规格就是3×3哈，就是直径3，高度3。这个在他们 Super RS3第一版跟第2版之间做了一个改版嘛。最早期的版本，他们是有角块是有个洞洞，六角形洞洞的。但是后来它改版了，就是在它的中间变成了一个凸出来的六角形洞洞哈。所以我们早期的那个轴持套件的角是不能用的，但是我们后来跟着改版的，它变成这样之后，只要把这个磁铁塞进去这个洞洞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好，这个设计还不错。好，来直接套上去了哈，一边进去，好，然后呢，另一边进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公母哈，注意一下公，这边是公，这边是母哈，这边凸一个，这边凹一个，在进去的时候自己方向看一下哈，错了就会压不紧哈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两边压紧压实之后，当然我还是会建议你再把这个边缘它接缝那边再滴一点点快干啦，滴在边边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就吹着等它干就好。我自己是这样，就滴1-2滴就好，也不要太多。为什么？我都会留一点后路了，就是不要让我后悔，然后拆不下来。当然，如果你已经很确定要这样子改了，你想要增加它的结合度，你就是把这个快干滴在套筒跟轴心的接缝这边，就把它滴好滴满，那它就会牢牢的吸住了，就不会掉了。好，轴心好了之后，我们来处理角块。来，角块跟这个是相吸的不要那么蠢不要弄成相斥。相吸这个方向嘛，相吸是这个方向嘛，好，那你就把角块直接过来。就直接拐，然后就从这个洞洞这边就戳进去 ，OK， 进去之后那个再压紧一点它会凸出来大概1 mm 左右，这没有问题，它不会撞到，它不会撞到。
好，脚块处理好了，最后我们来处理我们最大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哈，就是我们的边块，边块要相斥哈，所以你自己去抓好方向。然后呢，这个边块的这个瓷块啊，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洞哦，跟底下这个洞其实大小做得很100啦，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一点塞不进去，因为总会有两边都会有一点公差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塞不下去的话，就是拿那个锉刀、指甲刀，把这个小瓷块的这个边边哈，稍微再磨一下、削一下，就可以进得去了哈。好，装边块的方向的也是这样子装就好，就是你跟它相吸嘛，相吸的另一面就是相斥嘛，相斥就这样子装进去哦，其实还蛮刚好的啦。来，至于你在问说这个磁铁装进去之后要不要再粘，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啊。我们同事他是都会粘啊，他如果是做改装他会粘，然后我不见得会粘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装上去都很刚好，它不太会掉了。但是如果掉了，我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胶。那如果你觉得想要粘牢一点，就是装进去之后滴一点胶，或是装进去之前滴一点胶，一点点就好，然后就把它装进去，会非常牢，非常的牢靠。好，我这一颗示范的这个我就不特别去粘了哈。但是如果哪边松动了，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哈，松动掉齿都是很常见的哈，不要这个大惊小怪啦。粘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组装了哈。好的，改好了哦，就是我手上的现在这一颗，那我盖子不盖好，做个区隔哈。这是磁力版，就是最基础版、最便宜的那一颗啦。然后我把它改成我们的小玩号轴磁套件版本，加上边磁刺，好老舍哈。哦，加上这个边块的相斥的那个磁块啦哈。好，这样实际转起来呢，其实我认真的讲。所谓的这个轴齿增加磁吸范围是有那个感觉，但是没有到原本官方的这么明显哈。那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是因为弹簧板的这个它转动的动摩擦力原本就比较大，这个是它先天的限制哈，表现出来的会跟官方的轴齿板会有一个转动阻力上比较大，但是呢，它的磁吸作用范围一样是还蛮大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再拿来跟这一颗官方的磁悬浮板，它已经改装成我们的轴磁套件板了哈。好，你看到表面比较亮哈，就是因为我们上一部影片里面我拿这一颗来作为这个 UV 版的这个示范方块了，它的转动的阻力很小，所以你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它在转动的时候，这个有没有自动？我们常讲自动回正哈，在这一颗上面是非常明显。那如果说是这个官方版的这个轴齿的话，大概不会有啦，就没有。甚至是它前2天推出的，我们刚拿到的这个魔衣版，它其实手感跟这个轴齿版是蛮接近的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有没有？只是它表面比较亮啊。这是轴齿板啊，没有，轴齿板是这样。好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小玩磁悬浮轴齿板，有没有？大概过了一半之后，它就自己吸过去了。我手指，我的波动是没有加速度的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到这边它就自动回去了，所以可以感觉到那种很明确的轴齿加磁刺的那个双重磁力效果，非常的明显啦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讲就是手感上面的选择啦。以这3颗磁力板、弹簧板，我们讲弹簧板、磁悬浮板跟轴齿板，或是小玩轴齿板来讲，稳定性最好的其实还是这一颗弹簧板哦。它这一颗真的是操控性非常的好，然后很不容易转过头。虽然说它阻力是比较大，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手法去习惯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说是要追求它特别松滑什么的，你还是要看你自己适合怎么样的方块。如果你的手的定位很好，手法很好，或者说你已经用过很多其他的方块，你可以很能够适应各种方块不同的手感变化的话，那当然
那个磁悬浮可能还会比较适合你。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手很强，然后你不太会控制力道的话，其实我真的是觉得磁力板改成轴持板，这个手感其实是相当的不错啦。我感觉是这样，就是它有它的轴持的那种归位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又不至于让你会转得太过头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可能会问说，那我家的边齿跟官方的这个差别在哪里？我可以跟你说，如果是以只看边齿的有没有装边齿的差异来讲的话，他们的轴齿的磁吸范围可能差的不是那么多，但是有一点很决定性的差异，就是这个官方版的轴齿，就是没有边齿的轴齿，它在启动，就是这个正常状态下启动需要波动的力道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静摩擦力，跟这个有加上边齿的这个轴持板，它启动的力气来讲，这个有边齿的这个启动力气小很多，所以它们有很相近的轴持作用范围，跟很相近的磁力的那种感觉。它没有很强磁，它没有很强磁，但是这个没有边齿的话，它的启动要波动的力道，或者说是你要波动的阻力会比较大。那有了边齿之后呢，它可以在维持一样的轴持作用范围的这个情况底下，然后去降低它要启动要波动的那个力道。我觉得这一点，可能你实际去做个急转，你就会感受到差异了哦。这个如果只是这样子比较的话，你可能只会觉得说，就是它磁力好像变弱了一点，确实是在这个点上磁力变弱一点。可是因为它一样有它那么广泛的这个轴持作用范围嘛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稳定的力量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边齿跟没有边齿的很大的一个差异啦。好，那冲着这个结构，我也去把前面几款。我也去把魔芋的之前的几款类似结构的东西也翻出来哈。很有趣的是威龙直指哈，还有 WM2020 跟 WM2021， 它的边块底下都有那个洞，都可以装。所以如果你前面这几款你曾经有改装过轴齿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再把这个边齿拿来装装看，说不定会有手感上面的一点小小的惊喜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YS3 的轴持套件的简单的介绍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啦。那如果说你想要看看，哪一颗方块也可以这样子改，你可以再把你的观察告诉我们啦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这个被忽略掉的好方块。那说不定这样改了之后，可以超越现在很新的结构的设计也说不定。我真的觉得有了这个边齿之后，这几颗其实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再往上提升的，只能说他们有点这个太早推出了，因为他们推出的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轴齿或是磁悬浮的概念。好啦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影片底下留言啦，我是吴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